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阳光非常的美丽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让我们依然有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线上的方式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科技，让我们用科技来敬拜他。但是我们无论在哪里，让我们在家或者是在任何角落，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让我们以慎重的心来到圣殿里的心情来敬拜他。现在请一起默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权柄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来敬拜你。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这个机会在线上一起敬拜，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机会，让我们无论是在家在哪里，都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以一个慎重的心、慎重的态度来敬拜你。也把今天冯牧师的信息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你借着他的话来安慰激励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很感谢主今天我们请到冯牧师来给我们分享信息这个也算是冒着险来吧。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候出门都是一种风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愿意为他的话语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来传讲。好，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冯牧师。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上个主日是复活节，徐牧师为我们做了复活节的证道。那么这个以后呢，我们又重新按照教会的进度，我们继续来宣讲路加福音。今天呢是应该宣讲路加福音的第6章的后半部分，是从37节一直到45节的经文。如果弟兄姊妹你没有圣经，或者是你在这个手机上有，那我们就一起从第6章37节，然后到45节这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好，我们从37节开始，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后我们下边39节，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生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们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43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弟兄姊妹，看见这几节经文觉得是非常的易懂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的困难。
因为好像一下找不到主耶稣讲话的这个思路，开始想不要论断人，然后又讲到瞎子不能领瞎子，学生不够高不能高过先生，一直又讲有梁木的人怎么样，最后又讲两种树。那么究竟之间这个关系是什么？我很长时间下不了笔，每一句话几乎这个意思都懂，但是就不知道中间主耶稣讲话的他的思路是怎么样，所以没办法，就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反复的祷告，最后我自己觉得好像是把这几部分经文把它连起来了，然后心里说实在的是挺高兴的。我们常常讲读经乐，不是说你一读圣经就很喜乐，而是说你能够通过圣经，你自个儿觉得有领悟的时候，那你那种快乐就出来了。真是说来也很惭愧，我做讲台侍奉也有20多年了，但是对圣经还是差得太远了。这是求神怜悯我们啊！希望我今天所给你们宣讲的部分，真正是主耶稣讲话他要告诉我们的地方。所以实际我们刚才说了，上个主日呢是复活节。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又继续讲路加福音。实际路加福音，你看从37节到45节这段经文，其中36节有一段经文就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句话实际是整个这一部分经文的一个最核心的金句，因为效法天父的慈悲，它起了一个承上。承上是什么？上边就是爱仇敌，然后呢承上启下的作用。启下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宣讲的这一部分内容，勿论断啊。这两部分爱仇敌、勿论断，实际的背后都是效法天父的慈悲。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以后，不要论断人。那么这几部分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呢？我是这么来理解的。第一部分从37节到38节是讲论断人的后果，然后从39节到42节，他讲论断人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第三部分从43节到45节，他是讲论断人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人要去论断人啊？就这三部分一层一层的递增，就把这段经文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引申出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论断人的后果。那刚才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好，就讲了这个。谁要论断人，你就必须被论断；谁要定别人的罪，你就必须会被定罪。啊，主要的意思就讲到这个论断人，这个定人的罪所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论断的意思。是整个在新约和合本圣经当中，有2个希腊字都被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论断，一共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过23次。但是呢，其中一个单字叫 krino， 它最主要就是用这个单字。这个单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过21次，也就是说，新约圣经凡翻译成论断的，基本就是从这个 krino 这个字来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37节，这个不要论断人，这个论断就是这个希腊字 krino。那么这个字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中希腊文的这个对照，你会发现这个词 krino 的基本意思就是审判，当然其次也翻译成为非难、定罪、毁谤、挑剔啊，这个就是这 krino 的这个基本意思，最主要意思就是审判。那我们知道，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凡谈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都用的是这个 krino 这个字。那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论断人实际基本意思就是去审判人，去定别人的罪。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定别人的罪，不能审判人呢？圣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2段经文。第一段是在罗马书的14章3节，保罗说：“你是谁？
尽论断，注意啊，这个论断也是 criminal 啊，尽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这里面讲的他的主人、主都是讲的我们的上帝。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论断别人呢？因为他有他的主在，他的主要负这个责任的。这是一段经文。再一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的4章12节。雅各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个论断也是 criminal， 大家看见吗？所以这为什么不能够论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上帝才有审判定罪的权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去论断别人，要去审判别人，实际我们就僭越了自己受造的本位，侵犯了上帝的主权，这样就必定要被上帝论断，被上帝定罪。好，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讲的不要论断人，并不是说不要分辨是非对错，而是说当他人有了过错失误的时候，我们应该予以责备规劝，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我们看2节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提多书的1章12节到14节。保罗说，在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革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你看见没有？要严严的责备啊，这是一段。再一段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2节，保罗说，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需不需要这些人到处东家长李家短的人，又不好好做工的人，要不要劝诫？要劝诫。所以生活中的不检点，信仰中的偏差是需要责备、需要劝诫的，但是不要去非难，不要去挑剔，不要去毁谤，也就是说，不要去审判，不要去定人的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别人有了偏差，有了不检点，我们应当什么？应当以一个平等的地位，怀着宽容、饶恕和怜悯的心去责备、规劝。目的是什么？使他们能够回转。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是审判人，如果是论断人，我们是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高位，居高临下去把别人当作犯人来审判，这就叫论断。如果我们以平等的心态、怜悯的心肠、宽恕的心肠去规劝，那这就责备是需要的。而且呢，我们这种规劝，我们这种责备，最好是就事论事，就一件事儿说一件事儿。但是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的目的、什么动机。比如说开会讨论问题，如果一个弟兄姊妹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就会说：哟，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你就是诚心跟我过不去。这就是论断别人的目的和动机了。那这就是一种论断。或者说有个弟兄做事做得不对，你可以批评他，可以帮助他，你不要说你怎么这样做啊？我看你是假的基督徒吧？这是什么？这就叫论断，定别人的罪啊！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就事论事，但这个时候在我们生活中是经常出现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这样做，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大家注意看，有一个括号，饶恕原文作释放啊，是很有意思。这个饶恕这个字哈，这个希腊字叫做 apoleo，
这个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了60多次，但是呢，被译为释放30次，休妻的休13次，打发人走或者散开12次，饶恕2次。所以这个希腊字的基本意思就是放手了，放开了，啊，这就是饶恕的基本意思。所以呢，饶恕人实际呢就是释放人，释放人就必蒙天父释放，而且呢，饶恕人的人不仅释放了对方，同时也是释放自己。大家都知道这位哈，这位就是南非的前总统这个曼德拉，他曾经因为反对这个种族隔离，被在监狱里27年，最后被释放了。他说过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呀，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啊，最后他这个做了南非的总统，第一位黑人总统。做总统的当天的就职典礼，他是把当初的狱警都请到他的就职典礼来，一起来参加这个庆祝。最后，他是实现了南非的这个民族之间的和解，和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所以，如果我们不饶恕人，一想到、听到、看到对方，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就怒不和。实际可能别人对这件事情早就把它忘在脑后了。可是呢，我们自己却紧紧地被这种怨恨、被这种苦毒所捆绑。实际真正受害的是谁啊？应该是我们自己。所以，不计算人的恶，这是哥林多前书谈到爱的一种表现。不计算人的恶，能够常常念到别人的好处，是我们能够进入安息的途径之一。真正能够得享平安，能够得享天父所赐的平安，我们好好的处理好人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求神能怜悯我们。然后我们记得上一次徐牧师讲到了31节，路加福音31节的经文：你们愿意怎样待人，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这是一点。那么另一个平行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7章12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这条我们今天把它是看作是什么？叫做经律啊，金规玉律啊。这本来一看好像只是在讲是一个换位思考或者互相互惠的一个伦理。好像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徐牧师上次谈的友谊的时候谈到，它实际是一个三角的关系，不是一个平面的关系，它是上帝、人和人。啊，实际呢，它更深的含义是强调人与上帝的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再来看几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3章9到10节，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你看，我们又在颂赞上帝，可是又在诅咒人。人是什么？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呐。这两个东西出来，实际是根本就是不相称的。然后箴言书有2处哈，第一处是在14章31节，作者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穷乏的乃是尊敬主。17章5节说：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实际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
实际是涉及到如何对待创造人的这位上帝。大家我们再回头看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所以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这里边并没有讲不被谁论断啊，他并不是说，所以你不要论断人，就不被人论断，不是这样讲的。实际这个不被论断，不被谁论断，是不被上帝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谁定罪？不被上帝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谁饶恕？必蒙上帝饶恕。所以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实际我们人和人之的关系，反映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待人，上帝就会怎样的待我们。这里边谈到一个必要这个给你们的，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为什么倒在怀里？因为这个古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外衣是非常宽大的，而且系一个腰带，腰带上边呢就是腰带上边这一部分就非常的宽大，就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个衣服，那袖子也挺大的，对吧？好多东西就塞在袖子里，它是塞到怀里，所以这一打开，这就像一个面口袋似的，整个的上部全可以装很多的东西，所以是整个的连摇带按，上尖下流都倒在你怀，就表示着丰盛的意思。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段，不要论断人，不要定别人的罪。那为什么我会论断人，定别人的罪呢？这个是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除了刚才讲到了这个侵犯了上帝的主权以外，主耶稣就接着用了3个比喻来谈到了论断人的谬误。这是从39节到42节。那这段经文我们就已经念过了。他是又用了一个瞎子和领瞎子的比喻，用了学生和先生的比喻，最后又用了自己有梁木看不见，却要挑别人的刺的比喻。从这3个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当主耶稣指出了论断人的严重后果以后，他进而用这3个比喻来阐明为什么论断人是错误的呢？第一个很清楚，就是第一个比喻就是瞎子领瞎子，那这个结果是很清楚了。这个瞎子是讲什么？经文没有讲，但是我们联系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得见，这个领瞎子的这个瞎子，应该是指犹太人的领袖。那么第2个比喻呢，他谈到的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有时候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产生疑问了。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强。那为什么主耶稣这边要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呢？实际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联系上下文。整个的圣经只有2处谈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一处呢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24节到25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主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伯，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我们联系，当这段经文谈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的时候，主要的主耶稣是说什么？主耶稣是说，既然他是先生，他是主人，他是家主，他都会受到别人的误会，受到别人的凌辱，受到别人的迫害，何况他的学生和仆人呢？所以世人怎么样对待主，也同样会这样会对待他的门徒。所以你逃不过去的。但是另一层意思也讲，既然我们的主耶稣能够胜过各样的逼迫，那么他的门徒同样可以得胜有余。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的学生不能超过先生，主要就是鼓励他的门徒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志。
这是一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第二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宣讲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先生，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按照39节就知道这个先生指什么，是指那个领人的那个瞎子。学生是谁啊？学生是被领的瞎子，都是瞎子。那为什么先生不能高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呢？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信徒跟从了一个错误的教导，就不可能指望他将来有什么多高明。所以这里边主耶稣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是要门徒非常谨慎的选择老师。如果老师本身就是瞎眼的，那么学生肯定也是瞎眼的。所以应该寻找正确的老师，同时也要警告门徒不要好为人师。所以你看，从这两处经文我们就看得见，整个的圣经的脉络当中，当主耶稣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的时候，他和这个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违背这讲的知识上的层面，这主耶稣讲的不是这个。那么领瞎子的和当老师的，为什么都是瞎子呢？瞎子他要去领瞎子，自己眼瞎了要去当老师，为什么呢？所以这两个比喻就引出了第三个比喻。为什么？因为眼中有梁木，自己眼中有梁木看不见，却要去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所以呢，这就变成了瞎子领瞎子，瞎子去教导瞎子。第三个比喻。所以这个梁木，眼中有梁木，当然主耶稣我们能看得见了。主耶稣用的是一个夸张的手法，是吧？这个有时候夸张那个是一个修辞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修辞的方法。这里边讲的眼中的梁木，不单单是指我们自己有严重的错误，也是指因为我们对别人怀有成见，以致遮蔽了我们的目光，我们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你想，一个自己眼中有梁木却不自知的人，却要去定别人的罪，却要去审判别人，却要去当别人的老师，却要去当别人领路的人，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主耶稣就很清楚地讲了，为什么论断人，为什么定别人的罪是很错误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清楚。这种自以为意、自不量力，听起来好像很可笑，但是却很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传道人，说呀，他们教会他所在的教会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有一句口头禅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手。如果有人病了，他就要对人说，这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当然有时候可能是对的，但不一定每次都这样说。结果有一次呢，他认为不怎么样的一个弟兄的孩子生病过世了，结果你都想不到，他竟然给人家写一封信，告诉说这就是神的手在你的身上。你说这种论断真是让人很气愤，这牧师传道人也非常的气愤。结果没想到呢，2个礼拜以后，这个说神的手的这个弟兄的儿子也病死了。这个传道人马上就奋笔疾书给他写了一个信息。你常常说神的手在谁的身上？今天你自己的儿子也过世了，您是否也会回想一下，是不是也是神的手在你的身上呢？他写完以后好痛快，
可是信还没有发出去，就受到了上帝的责备。上帝问他：如果你这样去说这位弟兄，那请问你和这个弟兄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他的信就不敢发出去了。还有一个姊妹，有一天晚上开车出去，结果呢，她正开着的时候，到那个十字路口，突然有一辆车拐弯，差一点和她撞上。结果她很生气，她就猛烈的按喇叭，她就是要告诉那个人，你这个开车要小心一点。就到前面一个停车场，她停下来以后，结果没想到那一辆车也跟着过来，结果就停在她车的旁边。然后那个人下来跟他说：当你按喇叭去警告别人的时候，你先想一想，你为什么不开车灯？也就是他整个在开车的时候忘了开灯了，所以整个的车在晚上开的就是黑的，别人根本看不见这个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姊妹才发现，原来当他要指责别人的时候，实际真正的错误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种自以为意，这个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的，好像是觉得真是可笑。可是常常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我们后边还会查路加福音呢，大家都很记得一个很熟悉的例子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去圣殿祷告，啊，一个法利赛人说：“主啊，我不像我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我按时交纳这个失业的风险等等等等。”但是那个税吏呢？那个罪人连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胸说：“主啊，怜悯我这可怜的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啊。有时候我们读完圣经也会想：“主啊，感谢你，我不像这个法利赛人。”请问，我们如果真是这样想，我们和这个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看起来好像很可笑的事情，但是确实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且大家如果有机会上网，看见很多在整个的我们今天的华人基督教界，有的人就是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对别人和他观点不一样的人，动辄就贴标签、打棍子，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且是出言不逊，人身攻击，就骂人。侮辱人家的人格，真是这个自以为意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好多这是基督徒的网站呐，弟兄姊妹。实际别人非基督徒网站都不一定这样的谩骂、这样的讽刺、这样的挖苦。在这些人的心中，他们就充满了自己是正义，就充满了仇恨。他们认为的对邪恶的仇恨，甚至对这邪恶的人也加以咒诅。这哪里能够体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伦理道德呢？这样的话，对内我们造成很多的伤害，对外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而且对他人的过失，所以当别人有了过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别人要批倒斗臭，号称是替天行道，为神发义怒，这个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实际在圣经当中，就像伟大的先知摩西这样的大先知，他大概我所知道就是发了一次义怒，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把从山上带回来2个上帝给的法板都摔坏了。多数的情况下，当以色列的百姓犯罪的时候，摩西不是站在百姓的对立面去定他们的罪，而是他自己把它放在犯罪的百姓当中，为自己的百姓代求。这就是我们的先知。我们是谁呀？我们不过是眼中有梁木的人。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的义怒，怎么可能是纯粹的义的怒呢？很多时候就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很多的感情，很多的色彩。那么现在问题又出来了，
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自己我们人眼中有梁木，却看不见，却要去挑别人眼中的刺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就把我们引到了第3段。为什么人会判断呢？要记论断人呢？根源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就举出来了啊，这是叫好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啊，就讲的为什么自己有眼睛有梁木却看不见，却去指责别人呢？因为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看果子就知道树，什么生命就展现什么样的言行，什么言行就暴露了什么生命。自以为义去论断定别人罪，实际暴露出什么？暴露出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暴露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老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段话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越亲密，越蒙圣灵的光照，我们就越发知道自己的不洁、不义、不配，就会越多的去审查自己，越少的去判断别人。这就我们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随着灵命的日趋成熟，保罗对自己的评价是越来越低？大家还记得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他也是使徒，他只不过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位，但怎么说再小也是使徒，对不对？然后他在以弗所书3章说，实际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圣徒是谁？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圣徒。他认为在弟兄姊妹当中最小一个比他还小。最后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15节说，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弟兄姊妹，当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这个是不是用的过去时代，不是讲他信主以前怎么迫害基督徒，不是，他用的是现在时代。他说现在我在罪人中我就是个罪魁。保罗没有把这个问题展开，但是我们就可以想到，因为保罗和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当他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当他行在上帝的光明之中，每一点很小的瑕疵都会被这个光所照入显露出来。所以越他和上帝的关系越近，他越知道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也看到自己的瑕疵。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却好喜好去论断定罪别人的人，生命中一定还有没有被圣灵光照到的死角，还认识不到自己的败坏，在黑暗属灵的黑暗中浑然不知，自鸣得意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了，实际我们今天为什么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光是看别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还不够亲密，很多地方上帝圣灵的光还没有照到我们，很多地方还是有黑暗的，很多地方还有死角，我们才会自鸣得意。所以弟兄姊妹看见这几段经文，就一层一层的把从论断人为什么不能够论断，一层一层把我们解剖开了，实际最后就归结到每一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从爱仇敌开始，我们看到以恶报善，这是邪恶人的行径。以恶报恶，
是普通人的常态，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但是以善胜恶是基督徒的目标，这个是我们理我们人的本性的东西。所以在36节，主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实际这个慈悲的基本意思就是天父对人充满了怜爱和饶恕。我当年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就考了一道题，说在诗篇150篇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当时这道题就很为难，因为诗篇当中很多的诗篇我都喜欢，他只让挑一篇。最后可是时间也有限，最后呢，大家能猜到我选的哪一篇吗？我选的是诗篇130篇。我们可以看130篇的几节经文。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马丁路德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后来被命名为保罗诗篇之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这样想，我们一次一次的得罪上帝，但是一次一次的蒙上帝赦免。我们既然靠着上帝的慈悲，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我们有什么资格不饶恕别人，却要去替别人的罪呢？而且上帝没有将我们应得的惩罚加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他的对人的慈悲最集中的体现。所以罗马书5章7到8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很仁义，有人替他死，也都挺不容易的。问题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反对上帝的时候，我们还在背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死。你说这种爱是人间有的爱吗？没有。这种爱只能从天上来，只能从我们的上帝来。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还在求赦免。上帝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拯救我们这些反对他、抵挡他、残害他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够饶恕我们的仇敌呢？我们常常讲到十字架，好像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实际十字架的这种羞辱、这种痛苦是空前绝后的，而且主耶稣是上帝，他是荣耀的创造主，他就这样被羞辱了，钉在十字架上。
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还在求天父饶恕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怎么能够和我们的主相比呢？但是主还是这样的饶恕宽恕。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就应该效法主的样式。所以，爱仇敌和不要论断，实际它背后的原则就是怜爱和饶恕。所以，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它是以天父的慈悲作为基础的。没有天父的慈悲，没有人和效法天父，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互利互惠就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天父，恨恶罪恶，但是要怜爱罪人，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所以，当别人有了过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不要自以为意，要温柔谦卑；不要论断定罪，要怜悯劝诫；不要无情打击，要设身处地；不要肆意毁坏，要扶持建造。所以，不要论断，绝对不等于不分是非对错，乃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以什么样的地位身份去对待别人的过失，而且我们以什么样的用心，当别人有了过失以后，我们就是要把他打倒，把他斗臭，让他永远站不起来呢？还是说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去帮助他，去扶持他，从错误中、从罪恶中能够走出来，重新能够站起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人是彬彬有礼，也非常有学问，可是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过去像19世纪那个高等批判的东西，就是把圣经当成一本人的书来批评，像以赛亚一出来就是6个以赛亚等等类似，所以同学们都挺不满意的，因为这和我们整个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信仰告白是有冲突的。后来呢，这个院里就做出决定，就是不让他在课堂上再教这些内容。后来有一天，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他说冯弟兄，他说我们不准备现在就马上就辞退他，我们是想让他把这个合同这个 term 做完，再让他自动的这个辞职。”他说我完全可以现在就把他辞退，因为他违背我们的信仰告白。但是他说我不这样做，为什么？他说弟兄，我们总要给他留一条活路啊。所以当时我听完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既坚持了真理，同时又对人的爱。你想，完全可以现在就把他辞退。如果他这个 term 没有做完，合同就没有到期，就被辞退了。将来他再去申请别的圣工的时候，他一定要写这一段：为什么你中间就被人辞退了？这样一写出来，他再找一份工作就很困难了。所以让他把这个 term 做完，然后让他自动离职，那这个就不存在任何问题。我就看得见这些属灵的长辈，他既有坚持他的原则、信仰的底线，同时他对这个触底线的人，他有一种怜悯、关爱的心。实际后来我知道，这个老师离开神学院以后，后来去了一间教会牧会，后来我去开会的时候还见到他，牧会牧得很好。所以像这些就看见了，真的要效仿我们天父的榜样。所以爱仇敌，不要论断，
对人慈悲，这是逆我们人的本性的，实在是不容易做到。但是老约翰是这样说，老约翰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老约翰也讲啊，我这是上次徐牧师也讲了这一点，说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老约翰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老约翰并不是说上帝的诫命规条的本身不是难守的，他而是因为下边的话是，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首先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有了遵循上帝诫命的意愿，有了这样一个心智。第二，我们有圣灵的进驻，圣灵会赋予我们遵循上帝诫命的力量。同样，我是在神学院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写来的，我也不认识他。他就对游子吟的内容大加批判，其中谈到了，就是我谈到游子吟预言的意念，就谈到了希洛推顿啊，不是说最后成为近光的磐石、渔夫晒网的地方吗？他就把现在的这个推罗。已经是黎巴嫩的第4大城市，那个高楼大厦的照片都给我寄过来了。他说：“你看看，你们说以西结的这个预言根本就落空了，这不是你们的卖点，是你们的痛脚啊！”语气非常的激烈。最后他还说他是我的校友，但是马上加一句：“我绝不以你为我的校友为荣。”啊，就类似这样的非常激烈的人身的攻击。当时我看了以后，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但是神学院的这个学习很紧张的，我就祷告，每天祷告。结果祷告了1个礼拜，那一个礼拜5晚上，我把所有神学院的功课都放下，就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给他写一封回信。但是我像现在都还记得那么清楚。当时我写信的时候，心里那种平安。那种平静，是我真是很难想象我会做到那么平静。我最多不骂他，不回敬他就够了，还能那么平静，我就好像是对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给这样一个老朋友写一封信一样。我给他回了一封信。我本来想信写完也就完了，就没想到2个礼拜以后，他又回一封信。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他说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的最败坏的地方就是骄傲，我恨不能就把我给你写这封信撕掉。就后来我们就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平等的这个气氛当中，来回通信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一起探讨基督教的信仰。虽然他最后没有表示他信主，那这都是20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就看到，当我们真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愿意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边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圣灵所赐的力量，绝对不是我们本身可以自己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了圣灵的进驻，我们愿意听圣灵的带领，听圣灵的声音，愿意降服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就能够做出应我们自己本性的事情，不是再靠血气去做事情。第三，我们与上帝交通可以有遵循上帝诫命的榜样。所以说上帝的诫命不难守，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意愿，有这样一个力量，也有这样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难的事情，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效仿我们的天父，我们能够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只要我们存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就能逐步的去学习行公义、好怜悯。虽然我们有生之年不能完全做到这一些，但是我们总可以向着像天父一样的慈悲这个目标去不断的长进的。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你的样式，能够学习天父的榜样，能够以慈悲为怀，爱仇敌，勿论断，多审查自己，多宽待别人。在这样一种以善胜恶的当中，不仅能够帮助别人能够认识天父，同时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非常谢谢冯牧师丰富的分享，我也非常同意冯牧师的刚刚所说的就是当我们看见圣经作者的那种来龙去脉有所体悟的时候，真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真的是读经乐。我们看到冯牧师抽丝剥茧，把这3个看起来不相关的比喻说得非常的清楚，它是一层又一层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看不见，其实我们论断是因为我们的眼中有一个梁木，让我们成了瞎子，我们还要尝试着去带领别人。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篇分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像曼德拉总统一样，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走出我们仇恨的牢笼愤怒的牢笼，不会饶恕人的牢笼，因为最后被囚的不是别人，被囚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囚在这个牢笼里不肯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状态。我们非常谢谢冯牧师。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在线上收看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当中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会介绍你们的。那有几件事情要报告。第一个呢，是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说过，我们经过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咨询、讨论、祷告，有父兄执事接受长老的提名，李晨姐妹朱志昭弟兄接受执事的提名，那么会在会有大会的时候来投票确认。那因为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准备思考在网上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一方面呢，这个方式你不需要亲自到场，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确认这个投票是公正的，是安全的，每个人只能投一次。所以呢，我们的同工们正在筹划一个非常安全的方式，非常确定的方式。所以这个礼拜，我想身为会友的每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收到了教会发出的电子邮件的一个信息，就是要确定这个邮件是你会在用的。那也有少数的弟兄姐妹他是没有邮件，我们也会考虑用不同的方式，我们不会忽略漠视你的投票的权利。我们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也可以在这个投票的事上有份。让我们继续为3位候选人祷告，真的是在他们自己忙碌的工作当中，他们愿意接受提名，求神祝福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也纪念来筹划这个网上投票的同工们。那另外呢，因为这段时间呢，大家见面的机会很少，所以呢，后来有同工们就想出一个建议，就是建议牧师长老每一天可以录一段简短的视频，用灵修谈心的方式来分享圣经章节，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属灵的看见。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所以呢，我们这个星期就开始来贴了一些，希望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每一天都能贴一个短短的视频。我觉得这样做呢，可以让我们在网上依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连接，让我们虽然不能实质的见面，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牧师长老的一些短短的分享，让我们每一天早上看的时候呢，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安慰，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鼓励，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段特别的疫情严峻的时间呢，让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彼此勉励，在天路上同行。那最后一件事情，我们上个星期也报告过，就是我们很感谢主，在国内有一些访学，他们呢曾经是这里的访学，他们回去了以后呢，他们因为在这里受到我们的照顾，他们念兹在兹，所以呢，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帮我们募口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募到了相当大批的一些口罩，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访学的同工，也非常感谢这些在国内这些发起这个活动的这些弟兄姐妹朋友们。所以呢，这个星期陆陆续续的已经有人在拿了，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有这个需要，还是可以跟父兄执事联系。那我们这些口罩呢，除了给弟兄姐妹使用呢，我们也是会捐赠给医院，捐赠给我们认识的医护人员。就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情，我们受惠于别人，我们也愿意来给别人，也是呼应今天冯牧师说的，我们真的是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也是怎么待别人。我们借着这个送口罩的这个小小的事情，让我们来体现冯牧师对我们所教导的真理。我们再次的感谢冯牧师在今天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好，那最后我们请冯牧师祝福。如果你也在家里，也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接受上帝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复活节的前后，美国的疫情终于出现了拐点，就是你的恩典。求你继续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个地方，然后让整个美国、全世界的疫情能够尽快的得到了遏制。主，我们谢谢你。愿耶和华赐福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